提起郭德纲这个人呢，我们根据以往媒体的报道来看呢，说郭德纲一直生活在风口浪尖之上，恐怕这并不是一句夸张的事。进入2010年呢，郭德纲总算是争议的事情越来越少，而且他德云社呢也进入一种良性发展期，又是拍影视剧啊，又是这个拓展自己的园子。可是最近郭德纲又出事儿，就在上个礼拜天，他徒弟把人给打了，打的是谁呢？北京电视台每日文娱播报的摄像，把人给打出轻微脑震荡来了，头皮血肿。回过头，郭德纲呢又在登台说相声的时候呢，夹枪带棒的把北京电视台给糟蹋一通。所以这个事情引起了北京电视台相关节目组这个极大的抗议。现在的北京电视台不少档节目也都在播报跟郭德纲有关这个，认为你打了人还采用这样一种方式。虽然郭德纲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但好多人认为这是这个避重就轻。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产生的呢？郭德纲在这个北京大兴区啊，有个瀛海家园的这个小区里边呢，他买了一栋别墅，这栋别墅现在恐怕得值超过1000万，很漂亮的地。那么这个小区的后院呢，就他这个别墅的后院呢，郭德纲把它搁栅栏给拦上了，就圈出30多平米的一块地。在这块地呢，按小区业主委员会这人说这是公共绿地，你不能随便拆成当你自己家后院子。可是我们也知道，像这种别墅区私搭乱建这个情况，在全国哪儿都有，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而且郭德纲自己也提出来，就是当初这块地我圈上是干嘛呢？开发商许给我了，是这你家后院，现在开发商走了，我没地儿找他去了。反正类似于这种土地产权上的纠纷，恐怕全国哪个小区都会发生，都有类似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谁对谁错呢？我们暂且搁置到一边。那么由于郭德纲这是名人，文艺界的大名人大腕，出了这个问题呢，每日文娱播报呢本来就是以报道文艺圈这些人为己任的，所以他就派了记者和一个编导，在8月1号的上午呢，赶到他这个别墅去采访。那么采访敲开门之后进去，这个记者的这个就摄像头开着，结果里边呢走出来一个什么郭德纲的徒弟叫李鹤彪，这几年也在那个德纲的园子里边呢，经常演一些节目，相声说的还可以。结果看记者来采访，一听是这个事儿，马上记者你出去说他别采了，把摄像机给我关了。记者说我来采访了，我怎么了？双方发生口角，这李鹤彪就打了记者，噼里啪啦的。当然这个画面呢，我们看的记者都拍下来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更令这个北京台的人感到愤怒，就是说在小区里边的保安呢，也向着郭德纲拦着你不是，甚至在警察就在现场情况下，这边李鹤彪等人呢还要抢记者手里的摄像机，要销毁什么这证据大证据。所以这个事情一下闹大了。然后记者到医院里检查呢，这个胳膊有点脱臼啊，头皮水肿啊，轻微脑震荡。那么这个事不就弄大了吗？一下子弄大了之后呢，郭德纲在8月1号当晚，在他这个德云社三里屯的剧场里，他说一段单口相声叫张双喜捉妖。在这个第二段的时候，郭德纲夹枪带棒的讲了一番话。你想呀，郭德纲这嘴够损的了，这么一说，一下子把这个问题的矛盾升级了。就你作为德云班主，没有平息这个事儿，反而激化了矛盾。结果第二天北京电视台在播放这个新闻的时候，每日文娱播报里用了大篇幅把这个事情所有的视频都登出来了，就是说你郭德纲这么做是不对的，你打了人还有理吗？所以在迫于这种情况下呢，8月3号这天的下午呢，郭德纲的经纪人王海，他的经理钟朝辉，还有他的律师3个人呢，加上这李鹤彪，在德云社三里屯剧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李鹤彪表示呢，我呀打人是不对的，我表示道歉。说完了就行。然后这些人在台上主要就争辩这记者采访有没有问题你这个摄像是不是这个装病之类的。结果弄得每日文娱报这个节目非常不满，连带北京电视台都有这个态度，就是说你这么干的话，那咱们恐怕就要是说着讲出来到底是谁的理谁的非，谁占便宜谁吃亏。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呢，
等于变成了德云社跟北京电视台之间可以说闹得不可开交。那么这个事情啊，在网上我估计咱们有不少观众朋友已经就是了解了这事情经过，大家的看法见仁见智。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就复调，有人说那有什么复调？他打人就不对吗？不是这么简单。他为什么这李鹤彪打人呢？咱们先看这记者进了采访，这时候我们注意到他闯进的是什么区域？等于我们说的民宅。这是郭德纲家私人区域，你甭管李鹤彪是个徒弟是他儿子也好，这是在一个私人区域里。那么现在德云社就咬准了一点，你进入我私人区，这算私闯民宅，我不让你采访怎么了？所以就说他认为打人的理由是你进入我私人区域采访，侵犯我隐私权了。当然我们说不管怎么说打人都是不对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前面这理由能不能站住呢？这一点其实跟我们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朋友都有关。我估计大家这些年了，无论是看新闻还是看专题，会看到大量的偷拍偷录场面。就说新闻记者有没有这样的权利进行偷拍偷录？这个在司法上的术语呢，我们管它隐性拍摄。隐性拍摄是怎么回事呢？第一个，记者没暴露自己身份，比方我是个顾客到你这买东西，然后看你怎么跟我说，我没说我是记者。第二个呢，隐瞒真实采访意图，我来了跟你说干点别的，但其实摄像机镜头在我这包里呢放着呢，这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那就是隐藏技术手段，就我们说这个摄像机镜头好像是这个没开，其实开的，或者针孔镜头的搁到包里搁到哪儿，这都属于偷拍偷录范畴之内。那么说这些年来我们看呢，在曝光社会一些违法事件，比方说这个有的交警执法收人钱啊，有的这个窗口的服务人员态度恶劣，有的地方假冒伪劣产品多，有的地方食品安全保证不了，这些事记者采用大量偷拍偷录的素材，我们发现可视性可信性极大程度提高，替老百姓出了气，解决了很多公众利益的问题。那么很多老百姓愿意看到这事，因为什么？你要明白说我要采访你，他一个知假犯假能说你来吧来拍吧，他傻呀，他不可能这样。所以说这个偷拍偷录对这样的事情解决了很多公众利益问题，老百姓很欢迎。可是这种很欢迎意不意味着新闻媒体就拥有偷拍偷录的权利呢？说实在的，这一点到现在为止都是我们国家法律的一项空白，往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基本大家遵守都是行业准则，不是法律。你比方说这个1997年修订完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里边有这么一条，就是要用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要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毫无疑问，你偷拍肯定是，你都谈不到对方提什么要求，你怎么叫尊重呢？就你偷拍，对方肯定是不愿意的。所以尊重被采访者的正当要求和声明。那么按照这个准则来看呢，就说明偷拍偷录呢是不允许的。可是我们相关有的法律有那么一条规定，就是法务禁止即通行。如果这法律里没说你不能这么干，那么对于普通的职业来讲呢，你就可以。当然对于公权力，你比方对于警察，那是法务许可即禁止。对于其他职业工作者呢，应该说是法务禁止即许可。现在你比方说有这么一条约束，就是说一般来说这个偷拍偷录啊要符合三公原则。什么叫三公原则？第一个，公开场合，你早上这是大街道上，你怎么着我拍你怎么了？你正常，因为在公开场合公众行为嘛，这是一个。第二个，符合公共利益，就说我拍你的目的是为了制止你的恶行，比方说你制假犯假，我拍你把你曝光了，你不能再害人了，这符合公众利益。第三个，公职人员，你比方公务员，就我们刚才说什么交通警察呀，什么这些职位，他如果贪赃枉法，那也是损害公众利益。所以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是新闻媒体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公开场合、公共利益、这个公职人员，这三公。那么我们拿这个事儿衡量一下，就是郭德纲这个事情呢，他徒弟打人这个事儿呢，第一，拍摄地点不是公路上，人家家里头。第二个呢，这个事儿符不符合公共利益呢？起码就现在也没有决定这30平米的这个绿地，他占上不该占，没有个明确结论。可以说跟公共利益挂点边，但又不是大众公共利益，最多涉及几个业主早晨遛弯的时候是否方便。那么最后一个，我们看公职人员，毫无疑问，就哪怕是郭德纲，别说徒弟，就师傅，
他也不是什么公职人员，他只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可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倒觉得记者拿着摄像机到那拍就随便拍，这个涉嫌侵犯人家隐私，这是有问题的。所以从这点来讲呢，我倒觉得不光是北京电视台，我们看全国很多电视台啊，有时候在采访当中，确实这个偷拍偷录的好使，所以有的时候记者就觉得我用这个只要是好心，为了办好事就无所谓，就往往不注意手段的这种正当性。就这个事情偷拍偷录，确实涉嫌侵犯人隐私。当然，我话说回来，无论怎么样，比吕色彪、郭德纲徒弟打人都是不对的，而且这个打人很能说明个问题，说明什么？说明艺人这个行当有的时候缺乏一种人文精神，缺乏一种平等的公民意识和契约精神。这一点，我想不光郭德纲，全国所有的人都应该仔细检讨一下，是不是自己获得了一个优势地位之后，就瞧不起别人，觉得我高高在上，我是腕儿了，因为自己应该享受特权，规矩都是给人家定的，自己可以不遵守。起码我们说郭德纲在出了问题之后，在这个三里屯剧场登台说那番话，说有的人你跟他讲不起理，一嘴巴他就老实，这个话是很过分。你跟中国人讲不起理，你还到外国讲理去吗？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对北京台那番言论，我个人觉得也很不公平。那么郭德纲，我们说你相声说的好不讲，我们得承认德纲相声说的好。那么在北京这个，你光靠在园子里演出，你能有这么大的受众吗？你必须电视台捧你，尤其北京电视台，可以说没有北京电视台，就根本没有郭德纲现在这么大的名气。他的商演的，他的接广告、拍电视剧，都跟北京电视台力捧他有关。那么你现在弄到这个程度，跟北京电视台每日文娱播报以前总捧郭德纲的，你到这程度明智吗？一点都不明智。当然也有人说，北京电视台对郭德纲也不怎么好，比方说这个星夜故事秀，据说后来不让老郭主持了。这个去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只上了曹文姬和刘云天俩人的节目，没有上郭德纲和于谦，都录好了没播。所以郭德纲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嘛。那么我想这些事情，它毕竟属于内部的矛盾，协商是可以解决的。现在闹到这种程度，就意味着郭德纲的德云社甚至摆出一副要跟北京电视台彻底断绝合作关系的这样的讲。比方说北京电视台，他肯定没有这样的权利。比方说无中生有的污蔑你郭德纲，这你告诉他，他肯定输。但是北京电视台作为一家媒体，我也有我的权利，我不报道你，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不让你东西上我电视台。假如你郭德纲这时候得罪了北京电视台，我不胡说八道你的东西，我说你怎么这那，没有，这法律会找我麻烦，但我不报道你总可以吧？这一不报道，我们可以想象郭德纲今后的日子会很艰难。这个就像我过去讲，和气生财，人熟是宝。为什么演员登台说各位衣食父母捧我？没有这些人捧你，演员算什么呀？这等于你的票房从哪儿来？这不都是从这些观众和受众里来吗？而媒体能极大程度的把捧你这个人群扩大。我想这一点郭德纲当年应该很清楚，可是今天我们看的好像在这个问题上他变得糊涂起来了，没有做到和气生财。这是为什么呢？于谦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那么一句话，说郭德纲这个人绝顶聪明，但是呢有的时候睚眦必报，就是有恩有仇都得报。当年郭德纲可以说不得志的时候，也受了不少委屈，很多人欺负他，各种潜规则。他现在得势了，能报复他就报复了，也是输一输当年那个心里的武器。可是你这个时候把这个枪头对准北京电视台，甚至对准每日文娱播报这样一个捧过你的栏目，我认为这是不是的。你对这一个电视台可能有点意见，但这个栏目本身曾捧过你。所以现在郭德纲自己说出这些话，也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激怒了北京电视台的媒体工作人员。你也太不拿我们当回事了，说这样的不着边际的话啊！所以现在呢，我倒觉得郭德纲走入了一个很危险的境地。你这样跟媒体处理关系，你想想怎么办？这个说大是不明智，用行话说不够老实。他不了解这些行内的规矩，或者知道这个规矩，他憋不住嘴，图痛快，趟机关枪似就骂上去了。我们同样可以看这东三省这赵本山，你看人家现在家大业大，跟媒体的关系
所以从这点来看，我倒觉得郭德纲应该跟赵本山学，怎么样跟媒体搞好关系。你不能这玩意儿卸磨就杀驴，念完经打和尚，这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事情前前后后我们总结一下看，郭德纲确实在跟媒体的相处这方面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所以通过这个事儿呢，我们觉得就是包括所有演艺圈的人都应该反省，你跟媒体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倒觉得这个事情呢，来采访了可能涉嫌侵犯你隐私权，但是你徒弟打人怎么着都不对。作为明示一点，郭德纲应该站出来，他现在徒弟道歉了，他也应该替徒弟表示一下这个歉意，主动跟北京电视台修好这个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如果他不这样做，问题很严重在哪儿？第一是老郭可能不会得到北京电视台的大量报道了，这对他不利。第二，现在郭德纲有几个徒弟师弟呢，在北京电视台很火，你像何云伟、李菁，像曹云金、刘云天。郭德纲在北京电视台不出现，还则罢了。这个事如果殃及他几个徒弟，把他几个徒弟正属于上升状态呢，拦腰打断。因为你毕竟是德云社的，除非你脱离郭德纲，你宣布是断绝师徒关系或怎么着，这个事在行内是很忌讳的。其实等于这个事郭德纲往往损害了自身的同时，把自个儿这个团队甚至自个儿徒弟也给毁了。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作为管200来号人的一个德云社的班主，他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这个举动的利害关系。所以我说郭德纲行话讲不够老实，这些事情他考虑的可能不是太清楚。当然也跟这个人到一定位置之后啊，是不是自我膨胀有直接关系。那总而言之，我是希望郭德纲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吸取教训，能够跟媒体修好关系。因为对我们广大观众来讲呢，也更希望在更多的媒体上看到郭德纲和主流相声说的不一样的独特的相声艺术。这个我相信每个相声爱好者都不愿意在自己的视野里郭德纲就这么消失了。那么今天我要说这个事儿啊，我想先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早些年呢，这个新概念作文里有这么一首经典的情诗，被无数少男少女所模仿。这个情诗内容是呢，叫我来自云南元谋，你来自北京周口，我拉住你长满绒毛的手，轻轻咬上一口，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这个诗当时有很多人模仿，因为什么？这个诗直接和我们小时候的自然知识有关。大家知道云南元谋，元谋猿人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距今100多万年前的和类人猿有关的。那么北京周口呢，大家都知道北京周口店呢也曾经挖掘出类人猿的这种化石。也有人说现在北京人呢多数都外地移民来的，真正北京人在哪儿呢？在北京房山周口店里，因为距今有50万年前。那么我说的发现北京人的这个化石，不是说是整具的这个骸骨化石，而是就是那么几个头盖骨，类人猿的头盖骨。那么有关这个头盖骨，考古界为什么如此重视北京人的发现？是因为它弥补了人类进化过程当中一个缺失的环节。你比方说人类进化，咱们都开始说猴在树上一点点下来了，变成猿猴了。猿猴再往前呢，变成什么呢？和人挺像的猿，类人猿，就云南元谋人。说然后就是人了吗？不是，在这个类人猿和人类之间还缺一个环节，叫什么？叫类猿人。你说类人猿只是像人，但还是猿。那么在进化人过程中，就还肯定有一个环节，它是像猿猴，但主要已经是人了。它应该缺这样一个环节。如果前面我们叫类人猿，这个环节就该叫类猿人，就有点像猿猴的人类，基本属于人类范畴，然后进化到现代人类。那么北京周口店他挖掘出这个头盖骨来，就把这个进化环节给弥补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是世界古人类考古学上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它弥补了原先人类进化过程当中缺失的中间环节。那么我们说如此珍贵的头盖骨，总共有5个完整的头盖骨。那么呢，也有不少世界科学家呢拍了照片呢，做了细致的研究。但是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这5个头盖骨找不着了。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期间，这头盖骨在1941年失踪，这5个头盖骨再没有现于人世间，不知道哪儿去了。那么这个谜是怎么回事？到底它丢在哪儿了呢？咱们今天得从头说说这个头盖骨是怎么发现的。这个考古发现呢，是在1929年12月份被发现的。发现北京猿人这个头盖骨的人呢，是一个考古工作者，叫裴文中。有人说这1929年，1929年呢，中国正是最乱七八糟的时候。当时北洋政府呢，到1927年迎来了最后一个统治者张作霖，陆海空大元帅。这个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呢，南方的军阀势力呢已经成型了，然后进行北伐。结果双方混战，最后一直到张作霖死呢，南北假象上形成一种统一，就国民党军队实现了这个统一中国。可其实呢，危机四伏。我们知道1930年蒋桂冯阎4派军阀大战，那么当时中国正处于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阶段，同时呢各个列强啊还觊觎中国的一些基本的利益，所以当时中国人处在水深火热当中。那么本来这个年月呢，我们说盛世搞收藏，你这个乱世人保命还来不及呢，哪有功夫琢磨收藏这个收藏那，还考古去？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机缘造成的。说为什么1929年那个时候能在考古学界发现这个，说人活都活不下去，哪有功夫琢磨这个呢？它来源在于北京周口店发现这个类人猿化石，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叫龙骨山，北京房山周口店村的龙骨山。这个山为什么叫龙骨山呢？这个龙骨啊，咱们有的懂中医的朋友知道，说这龙骨是一个可以入药的药材，是什么呢？就是古代动物的骨头，说白了化石。说这龙骨呢，你把它磨碎了呀，能治跌打损伤，能治出血，有的传的那就神的不得了了。你看原先北京天桥那卖大力丸的，往这一站，哪位说了，我这个大力丸能不好使了？不管你是这个车砍着、佛剁着、炖了着、火烫着、牛顶着、马吹着，吃了我的大力丸，他那个大力丸里头就有牛骨的成分，就能治跌打损伤。那么这个方子呢，不是现在才有，打北宋年间就传过来，所以从宋代开始有记载的，就有一些搞中药的人呢，到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去挖这骨头。所以这个从宋朝一直挖到民国，你想想，就不少这个化石都给挖出来了。然后这些呢，老外到中国来呢，他打听说这玩意儿灵不灵啊？他也好奇，因为这个外国人西医他不信中医这些东西，他先把这些化石拿过去看看灵不灵，就有的运回到西方去。结果被西方的一些学者一研究不得了了，说这可不是什么动物化石啊，这是人的化石啊！你看这个人还不是说现代人啊，说这什么时候的呢？一用同位素鉴定方式一看呢，距今得有50万年，这了得吗？在西方整个考古学界轰动，说中国还有这个，而且这个等于弥补了进化的一个环节，所以一下子外国不少的考古学家呀、古人类学家、生物学家一窝蜂的往中国来，要到北京周口店龙骨山这儿来看看怎么回事。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咱们当时国民政府一看呢，也不能这个成果让老外给弄去，以前也不是没教训，像敦煌壁画之类的都让这个老道跟外国人弄一块给弄走了，这不行。所以当时国民政府呢，就派中国当时的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院，因为古人类嘛，当时协和医院派出一些医学专家，两方合到一块，借用自己这是地主啊，本地人呢，直接去这个房山周口店去进行考古挖掘。说白了，要抢在外国人头里把这事儿干完。那么开始进行的是1929年，已经是冬天了，我们说这已经挺冷了。当时这些考古学家上山去挖，这里头就有来自地质调查所这个裴文中。裴文中当时年轻人，身强力壮，精瘦，比较瘦，在山上呢挖，
我们这个考古学是很枯燥的，每天大伙正觉得没意思呢。因为一想，你说从宋朝到民国挖1000多年，还能有了吗？有时候挖出来也是就普通的动物，刚死的动物的骨头，不值钱。就这么挖着挖着，哎，发现有个小山洞。这个考古学我刚才说很枯燥，挖掘的过程没意思。见这个山洞大家都挺兴奋，为啥？当探险玩了。可是这山洞口特别窄，你像我是肯定进不去。一看裴文中，你这瘦成这样，你试试。他最瘦最小，这裴文中往里一钻，哎，就他能进去，别人谁也进不去。要不我说这老天爷有时候啊，准备一些成就啊，得给特殊人准备。你看这时候就是谁又瘦又小，谁就占便宜了。就这么裴文中钻进去了，钻进去一看，洞口虽然窄，里边挺宽敞，一看像一个动物的这个洞穴。他当然事先里边也都是往进喷烟干什么的，看看里头有没有动物，没有。然后带着蜡烛点着了，里边一看，哟，有不少动物的骨头。这裴文中更放心了。为什么放心呢？挖1000多年了，该挖的骨头都给挖走了，这块还有骨头，说明什么？这地方没人来过，没人来过就有可能有这个类猿人的化石。就这么，他这一发现不要紧，大伙非常兴奋，接下来洞口拓大，往里挖。1929年12月2号，挖出了2个完整北京人的头盖骨。后来到1936年呢，有个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他又来到周口店龙骨山，经过他的挖掘，又挖出了3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早期的科研的根据是5个完整的头盖骨。那么这些头盖骨呢，当时限于一些条件，都保存在了协和医院，因为协和医院消毒啊什么这个储运呢设备比较完善，搁到了协和医院。那么接下来的事儿是为什么头盖骨没了？大伙都知道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这个时候日本侵华可不仅仅是说是烧杀掳掠、占地盘、抢财宝，他对你所有的科研成果他也感兴趣。当时就是日本人老早就听说了头盖骨这个事儿，怎么还留在协和医院了？日本人就有人到协和医院这打去琢磨。所以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就发现不行了，这个头盖骨再搁在北京不安全了，早晚得出事儿。日本人虎视眈眈要琢磨你这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经过蒋介石同意，在1941年制定了一个方案，要把这个头盖骨从北京运走。说运哪儿去呢？那是全国打仗，兵荒马乱，哪儿也不安全。蒋介石一想，我的盟友安全呢，运到美国去。你那时候欧洲希特勒部队打仗，亚洲日本这边跟中国开战，美国没有打仗呢，孤悬海外，大西洋那边的太平洋那头的，运那儿去吧。就这么一商量，就要把这个头盖骨呢运到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去，搁那儿存着。这都跟美国都商量好了，据说宋美龄去都谈好了。41年11月份制定这方案。什么方案呢？把他从协和医院的这人骨拿走，然后呢专列从这个北京火车到秦皇岛，然后秦皇岛出海，搭乘美国的货轮哈德逊总统号，搭乘这个，然后远渡重洋。那么设计好这方案呢，最后确定时间呢是12月5号在北京出发，然后正式的起锚，这船走往美国运，12月8号从秦皇岛外出海。大伙想想1941年12月8号发生啥了？我先不说啊，倒霉就倒霉这日子上，他早2天也没事，再往后推也没事。我们知道12月8号什么日子？日本突袭珍珠港，等于直接对美国宣战。美国本来想孤悬海外，不涉及第2次世界大战，发战争财卖军火的，结果日本因为争夺太平洋领域的制空权和海岛权，直接向美国人开战了。
美国不能做事了，宣战。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扩大。那么赶这一天，日本既然派自己的空军部队奇袭珍珠港来，跟美国撕破脸，他也就不在乎了。当时在秦皇岛出海，不是搭美国的这个轮船吗？护送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那时候美国在中国驻军呢，跟日本呢属于相安无事。可是这一宣战，那对不起了，日本人就得向你下手了。结果这头盖骨自此之后就失踪了，再就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那么这个头盖骨哪儿去了呢？现在说法不一。当然最认可的说法，那日本人给俘虏了，东西归他了，这头盖骨应该在日本呢。所以当时呢，很多人就认可这个头盖骨啊，一定是被日本人拿去了。他不定运哪儿，他比方说运到满洲国那边，回满洲国那儿搞研究去了。这事儿有人证。后来有个日本的这个军官，名字叫做中田光南，他当时呢就说，后来回忆啊，说我呢那会儿战败嘛，4、5年战败，我就从这个河北跑到长春。他岳父是日本的一个古人类学家，在长春研究，然后到他岳父家呢，他岳父就摆弄一些头盖骨上，他岳父告诉他，这就北京人头盖骨。你看还有这么个军官当人证。所以这一点呢，很多人深信不疑。二战结束之后呢，蒋介石政府就要求你必须日本把这个欠我们的东西得拿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哎，赶紧给我。这个时候呢，盟军就我们说美国为代表的，就责令日本政府，你战败了有什么说呢？抢人东西赶紧拿回来。让日本说我们没拿到头盖骨。这样盟军成立个调查团，经过2年时间调查，说没在日本，没有确切证据在日本。你想日本都战败了，又赔款又干嘛的，都这个样了，头盖骨在他手，他还有啥理由不拿出来？即使在那也没在他的官方手里。就这么得出结论，这头盖骨没有在日本。那么没在日本在哪儿呢？又有第二种说法，说这个头盖骨啊就没离开过天津。不是运到天津了吗？说当时运到天津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呢已经知道日本人要上来了，所以就把头盖骨先转移到哪儿了呢？就是海军陆战队在天津那个兵营有个6号楼，搁到那地下室。说这个事儿是怎么出来的呢？8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有个古人类学家，叫夏菲罗，他从美国飞到天津就找这个来了。他有个老朋友是当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他说他知道当年一说山雨欲来，日本人要上来了，这头盖骨运到天津，就有人秘密的把它先转移了。说当时是从北京先运到天津，从天津再奔秦皇岛去，是这个路线，所以藏到海军陆战队在天津的兵营地下室。为这个他还专门把当年一个照片拿出来了，说你呀，这我们当年兵营照片，你到天津对你找一找。就这么着，这夏菲罗漂洋过海来到天津找，一个个地方对，那哪儿去找去？那6号楼啊早就在唐山大地震当中给震塌了，那都多少年了，而那个地方都没了，夷为平地之后建个学校，那地方是个操场。这夏菲罗当然不死心了，掘地3尺我得挖呀。结果学校的人告诉他，让他死心了。他说这地下呀，我们建操场我原先想盖楼，挖地基，地下一看确实是有地下室，可是全是水泥结构，啥也没有。你说那个提供的消息说这是木头的地下室，4甲都是木头包着，然后呢储存头盖骨的箱子是木箱子，这是那个陆战队士兵给提出来的。说这个地方根本一片木头都没有，我可以把当年资料都调出来，我们那会儿都挖过。要真是在这块儿，你想想我们都挖一遍了，那中国不是我们自个儿东西不早都报道了吗？
这夏米克一琢磨，可也是这么事儿，就死了心了。所以当时他回去以后呢，写了文章，西方国家也都知道了。就他折腾这一通，说明这头盖骨也没在天津。那到底在哪儿呢？到1996年又生出个波澜，有一位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日本老兵，临死之前良心发现，说我知道协和医院往东能是哪儿呢？2公里左右圈定一片松树。哪有松树呢？哎，只有一个地方符合条件，现在北京的日坛公园。日坛公园有松树，而且一调查说这片松树都长了多少年了，几十年往上，日本鬼子时候就有。哦，再看一棵一棵树排查，真就看着有棵大树，明显的树皮被扒下，而且那痕迹是老的痕迹。锁定这块，给我戒严，周围拉上绳，警察来了，考古学家来了，都不是掘地3尺挖3米多深，挖完了连根猪骨头没抓，没有。这有人发现这图纸书中有挖洞的痕迹，那是因为底下原先是盖纸土层，很正常的。所以折腾了前前后后有几个月，啥也没有。有人说这日本老兵干嘛？这个人要死之前呢，容易出现幻觉。再一个，人死如灯灭，离开这个世界他不甘心呢，我得留点事让你解解闷，没准人死之前胡说八道呢，这当然。所以这么一折腾，好多考古学界人死了心了。你看日本不能证明是那儿有，天津没有，北京没有。最后有人说了，说我查历史文献了，说当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给周恩来总理带了一个消息，说这头盖骨在哪儿呢？在阿波丸号上。什么阿波丸号呢？是当年日本呢从中国搜罗了大量字画、古玩、好东西、金银财宝，通过海路往日本运。阿波丸号结果搬到沉船了，说在那沉船上面，反正这个证明人类史进化一个重要环节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从我们的视野里头已经消失了70年了。1941年，现在是2011年。那么在这么漫长的时光当中，有无数考古学家孜孜以求，想把这东西弄出来，为自己的科研成果再添光加彩。可是现在裴文中先生去世了，贾兰坡先生也去世了，那么他们也是带着这个巨大的遗憾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朝一日呢，北京人这个头盖骨能够再现人世，能够给中国考古学界的遗憾能够弥补了。就在好莱坞大片《速度与激情》第7部上映之前的一天，在北京市朝阳区大平路的隧道内上演了现实版的《速度与激情》。尽管没有人员死亡，但是车祸现场非常惨烈，2辆车基本接近报废。而且受到媒体关注的是呢，这2辆车不是普通的车，一辆是红色的法拉利跑车，一辆是绿色的兰博基尼跑车。2辆车加在一起达到1000万人民币，称得上千万级别的大品状。什么原因造成的车祸？飙车。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关这场车祸的报道。4月11号晚上22点左右，在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隧道北沙滩段，一辆红色法拉利牌小客车和一辆绿色兰博基尼牌小客车由东向西行驶到出口处时，撞坏隧道内长16米、宽4.8米的防火板，路面上100余米长的隔离栏被全部夷平，造成路面污染150平方米，以及墙内骨架、电缆线损坏。在事故中，红色法拉利轿车的车身骨架虽没有遭到破坏，但整车伤痕累累，右侧的车门已经完全脱落，而绿色兰博基尼的车身前部已经完全损毁，右侧轮胎脱体而出，在隧道近2米围内，破损的零件散落一地。但万幸的是，2车的驾驶室都在事故中得以保全。事故造成兰博基尼车上的一名女乘客轻伤。那么事后呢，警方经过调查呢，这2辆跑车上开车的司机都是年轻人，一个是来自长春的
这个20岁的于某人，另外一个是北京人21岁的唐某人。这2个人呢都没有固定的职业。说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说是下了雨了，地上有水打滑，结果前面这兰博基尼就侧翻了，把这隧道也给刮了，这护栏也给趟平了。结果掉下这些东西啊，什么啥，后边这个法拉利跑车这个司机啊看不清楚了。但是警察实际上一调查发现呢，这个隧道里的限速呢是60公里每小时，可是这2人开到多快呢？达到160公里每小时，这是地道的超速行驶。而且后来有补充的证据，在旁边经过的司机呢，用这个车载摄像头呢拍下了之前的现场一个画面。就是现场不止这2辆跑车，还有其他的什么这个玛莎拉蒂呀，一些跑车，还有一些人站在旁边围观。而这2个人玩的特别危险的是什么呢？其中这兰博基尼呢，在这个路上呢玩高速的倒车。我们说在这种高速路上你不能随便倒车，他玩高速倒车。而他对面呢，这个法拉利跑车呢追着他走，说白了这法拉利跑车跟他对着开什么？你玩高速倒车，他是逆行的，就说白2人干嘛呢？在这玩高技术的。就我们看的《速度与激情》里边，包括以前什么《头文字 D》里边，这样电影里边，在那个高速路上2人玩这种飙车技巧的。也就是说，这是在朝阳区大同路隧道里边，这是公共场所，2个年轻人居然玩这种危险的游戏。有人说，这不仅是自个儿作死啊，这也是不拿公共安全当回事啊。你这虽然说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晚了，可是毕竟还有不少社会车辆从隧道里经过呢，你这么玩，这也太危险了。所以这被人称为说这是地地道道的不良飙车。那么有的人呢，一听说飙车就感到不理解，尤其一些中老年朋友说这开车咱都知道啊，开得快是作死啊，那等于啊，你车祸我们都知道，80%以上的车祸，尤其造成人员伤亡的车祸，都是由于速度快造成的。你说这人怎么如此？说你不在乎别人命，你还不自己不怕死吗？为什么他还居然敢这么干呢？咱们说这种不良飙车，其实在心理上是种病。飙车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加大速度，感受一下飞翔，自己觉得过瘾。他得到的刺激从心理上讲是什么呢？就说你比方说你速度越开越快，越开越快，这时候一快了，人对死亡就会产生恐惧，这么快这么作死的吗？可是当你战胜这种死亡恐惧的时候，你甚至你感觉你驾驭速度超越死亡的时候，你不在乎它了，或者说我能驾驭住的时候，你有一种特别满足的感觉。这是飙车人心理满足的重要特征，这是飙车非常危险的一种心理状态。而且呢，他得到的刺激不光这个，我看到很多不良飙车的人呢，改了车以后呢，把排气那个管的口径加大了，所以一加速是声音特别大。我说在车上装点这五光十色的，他经常在车上放些摇滚乐，就这种综合的音响效果对他的肾上腺刺激的非常强烈，他觉得特满足。所以说这种飙车的感觉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吸毒上瘾的上网上瘾的人，是一种绝对的不良嗜好，是心理上有问题的。在国外呢，有时候对这种不良飙车者治疗呢，那不光是强制性的，说是限制他自由或者限制他什么，更主要一点，从心理上要进行疏导他。有的人说的是说，那你飙车，咱们也看不少车友会，还有赛车手什么，人家也玩的生死时速啊，那都是不良的。咱们说任何一种爱好，你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都需要规范。问题是能不能恰当的引导。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这个打架不好吧？可是呢，你通过训练，像拳击啊、跆拳道啊、空手道啊，你可以做周世明，也可以做阿里，最后成为拳王。这就是一种恰当的引导。飙车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有正常的飙车和非正常飙车。我们刚才说这是非正常飙车现象，正常的飙车指什么呢？你看有很多人练着练着练成赛车手了。咱们说当年舒马赫呀，包括这些世界著名的赛车手，开始都是飙车爱好者，经过正确的疏导，人家跑到
正规的场地了，跑到赛道里边了。这种生死时速，我们说第一个是它正规，第二个有保护。咱们看这个赛车比赛 F1， 你会发现经常的车都撞出，轮胎都开，人没事，为啥？他那个驾驶室啊，包括选手自身有严格的保护，他是把风险降低到最低，变成了一种竞技运动。还有的我了解的，你像宝马车友会、保时捷车友会、奔驰车友会，经常搞一些这样的活动，到赛道里大家去玩去。咱们说漂移，这在公路上很危险。可是呢，有些车友会组织在沙漠里漂移，在这个北方的冰面上漂移，还没风险，玩的也不亦乐乎。就说经过正确引导的飙车是可以以这样的形式来达到为爱好者宣泄情绪的这个方面的。我们说这种不良飙车是指什么呢？没有这些赛道正确的这种场地也保护，反而是跑到哪儿呢？就是说普通的公共道路，不要是后半夜人少，跑到这个公共道路上，你像北京的4环5环外啊，某个地方啊，高架桥上哪块儿，或者隧道里车少的地方啊，像刚才我们说朝阳区大屯路这个隧道，它就是在北京的北4环、北5环之间，就奥运村那一带。那依然属于公共道路，涉及危害的依然是公共安全，这就进入了不良飙车的范围。说不良飙车都哪些人呢？咱们前些年知道在杭州这王二西路上发生一起惨烈的车祸，就是有个年轻人飙车嘛，结果把一个大学生给撞死了。再我们想到这飙车往往都和年轻啊、冲动啊、富裕啊和这个相关。你看北京要说飙车很有名的，可能现在有不少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还记着，有个2环13郎。他说的是2005年到2006年期间呢，北京有个飞车高手，这个人的真实姓名姓陈，叫陈震。他2005年的时候呢，曾经在北京2环上呢，在晚上90点钟，就是正常车流量的时候，他曾经用13分钟把一圈2环跑下来了。2环一圈是多少？ 32.7公里。他用了13分钟，所以人称他2环13郎。据说这记录这些年有人在后半夜超越他了，达到了2环8分钟，变成了2环8郎。2006年2月份，他有个对手，俩人都好开飞车，两人在2环上就开始飙车了，是晚上90点钟这个时候。你想晚上90点钟，北京这道上车还不少的，有人就跟这个交警队汇报说坏了，说差点没把我撞着。是怎么呢？在朝阳门这块由北往南2环上面有俩车飙车，不断的并线，不断的超车，嗖，就这个速度，基本1分钟得超差不多200辆车，多危险！那时候车流量挺大的，这时候交警赶紧追踪，可这俩车速度太快了，已经由朝阳门往南啊，一点点到广渠门这儿了，就基本上兜了半个2环了。说这下面就到复兴门了，赶紧拦。结果交警拦都没拦住，这俩人车技高超，蹭来回窜，说眼看就要干到这个西直门那儿了。这个时候呢，交警队说赶紧也别管那个，把4个路口全给我封住，一定把他们拦下去。这出车祸怎么办？于是到底把这两人拦住了，最后给了他们刑事处罚。这多少年以后，现在陈震呢，他有不少粉丝呢。为啥？他改邪归正了。现在呢，真正当一个赛车手，经常点评啊一些车呀什么的。他自己回忆当年说，我那是年少无知。那么说飙车到底都哪些人呢？我们说这个不良飙车呀，往往是一些那个对车非常爱好的人，希望通过这车彰显个性。还有大量的一些小明星啊、富二代啊，尤其是富二代，一天闲的没事，家里有多事钱，爹妈还惯着。你像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于某人和唐某人，有人说他们富二代，有人说什么他母亲尤其副总啊，但总之这家庭条件差了，他不可能开得起这样的车。而且他这个年岁是开这样的车，毫无疑问不是他自个儿钱，所以娇生惯养的富二代是不良飙车当中的主力军。而且这些人年岁是多大呢？往往飙车是18岁以上30岁以下的，但是这种往死了玩飙车的不要命的方式，经常是20出头的20到23之间的小伙子。因为你过到25、26、27、28，人大一点都知道了，这玩命不值得。所以这个飙车不良飙车里边，这个岁数的孩子最多，往往大多数都是富二代。而这些孩子经常以这为荣，你看我胆儿多大，你看我开这好车，
到哪儿都显摆。你看我怎么样，往往身边还得带个漂亮女孩。所以这富二代里头有相当多的人来干这飙车的事儿，不良飙车的事情。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可恨还可怜。谁造成的？不是孩子本身怎么样，孩子就是一张白纸，这和他爹妈教育有直接关系。哎呀，我们吃苦了，可不能让孩子吃苦。我们挣钱给谁花呀？不就是孩子吗？过日子不就过孩子吗？惯子如杀子，最后形成这局面。而且这些孩子有个特点是什么呢？蔑视现有的一些法律规范。你比方说咱说飙车，他们开的车里头分成两类，一类是豪车飙车的，一类是普通车型升级以后飙车的。往往这两类人不在一块玩，因为有一些真正的飙车爱好者呢，他把普通车做改装，当然改装价格不便宜，最少都几万块钱，有的甚至呢是原来车价格的2倍。就普通型的车，你比方说一些像奥迪啊，甚至过去的什么夏利呀、捷达的车都能改装。改装以后它的性能已经跟一些跑车没什么区别了，所以有很多飙车爱好者喜欢玩这个。但是这些豪车飙车爱好者，他们往往不是改装，有的改装了之后呢，也是在外表的五颜六色、花里胡哨上下文章，甚至呢为了躲避这监控头监控呢，一整车牌给你后边翻滚式车牌或者遮挡车牌等等等等，玩这个事儿。所以豪车飙车这一种和普通型改装之后飙车它不是一回事，但是双方有个共同特点在哪儿呢？这方面都是违背法律的。你包括改装都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道路安全法规定的，任何的车除了说你能前后加上这个防撞击的装置以外呢，你不能私自改装。西方国家有的地方允许改装车，但改装车必须得是到交通部门去申请备案去。你像这个香港就规定，所有车要改装必须是原厂的工程师给你改装，你其他人不能私自改装车。而且改装的车有范围，你只能在特定的赛道上你去玩，不能在这个公共道路上玩。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飙车一族呢，把改装的车拿到公共道路上去玩去，这就带来了非常大的隐患。那么像我们看到大屯路这起飙车案怎么处理的？它其实呢有一点，双方一开始这种状态叫追逐竞驶，就你追我，我追你，来比速度。只要是到这种程度，他就涉嫌危险驾驶罪。这个危险驾驶罪再升级呢，由于在公共道路上，你不光危害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还危害到公共，危害到其他人的安全，所以这个又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当然呢，这次这于某人和唐某人呢，飙车的最后结果是2辆车基本撞报废了，说要修好了都得花好几百万。而兰博基尼这个车上面还有个女乘客受了点轻伤，没有人死，这是万幸，这驾驶室最后没出问题。但这个如果涉嫌用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这些年中国的私家车越来越多了，为什么我们说像酒驾入刑啊，包括刑诉法第8次修正案里头呢，对这个危险驾驶呢都进行了非常严苛的规定，就是现在中国这车越来越多了，可是我们的驾驶文明没有形成。有很多人买了好车了，我好车往往家有钱，那就不知道自个儿姓啥了。这些人你不狠狠治理他，这驾驶文明根本提升不上来。因为我们现在中国这个富裕了，可富裕之后呢，怎么驾驭财富是个很大的问题。一下子暴富了，买好车怎么着，更多的富人还停留在我消费我奢侈这个层面上。如果他的家庭对孩子这个年龄加强教育，让他们多干点正事，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怎么可能不负责任的让他们开这样豪华的车，然后还不约束他们的行为，然后肆无忌惮的在公共场合去进行不良飙车？这不可能的。易经里有句话嘛，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厚德载物是什么呢？你只有你的德性达到一定的高度了，你才配得上你拥有这些物质，你才能够正确的驾驭自己的财富，使财富不至于呢成为把你拖下水的一种累赘。所以你看，小小的这么一起你看起来的飙车事故，说也没有人死亡，其实你仔细追究起来，它其实是我们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大家不能把这样的事情等闲视之，当做一个奇葩
看完就拉倒了，应该深入反思一下，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社会财富和我们的道德水准真正的匹配起来。